牵引设备控制面板，上下两个箭头控制牵引速度。Run Stop 控制设备的启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切弹控制面板，我们进入了英文菜单。这是中文菜单。按对应的箭头选择语言，上是英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面板内部。这个是选择设备产品的裁切长度 Set Length， 可以在光标闪烁位置可以直接按面板对应的数字进行调节，也可以通过调整，也可以通过这个上下箭头来调整光标位置的数值。如果想增加光标数值的位数的话，直接按左右键，绿色按钮的左右键。第二个是报警时间，报警数量，也就是多少个产品到达数量开始报警。选择需要设置的参数，调整参数值。调整好以后，一定要按确认键对我们的设置进行确认。光标闪烁的位置调整光标值，或直接按面板参数，按确定键确认。报警时间 Time Alarm， 这个是设定的一个延迟时间。现在看到的是主机电柜，加热单元开关。现在我把它都关上。以最后一个为例，我们做一下介绍。上面是电流表，显示具体电流值。下面是温度控制表，最上面一行显示的是我们设备的实际温度，下面是我们需要设定的温度。要设定的时候，先要按最左边的键进入设定状态。进入设定状态，数字会跳动，我们再对应按上下箭头对数值进行调整。调整到我们想要的数值，要按确认键对我们的设定进行确认。确认完毕后，数值不再跳动，表示设定成功。下面比较主要的这个是变频器控制面板，开关按钮开停，因为我们主机现在是没有加热的，说不能不能把它启动。上面的旋钮是变频器调速旋钮，通过调整它的速度来控制主机的基础量。现在看到的是主机接线，
这些带有编号的电线在发货的时候是需要被断开的。客户收到设备对应编号接线即可，没有编号的电线，客户不需要自己手动接线。现在看到的是单杆子注入泵，单杆子注入泵主要是有2个温控单元，2个温控表，它的设定和主机的温控表设定是一样的。下面2个是电机的启动和停止开关，温控表开关。这个2个温控表的温度设定在100度就可以，中间不需要再进行任何调整。也是一样，进入设定，按设定键进入设定，光标闪动，调整上下箭头，确认数值，最后按确认键确认我们调整的数值。现在看到的是单杆子泵的连接管，这个连接管它是绑有一根加热管，防止单杆子在传输过程当中凝固。在下方还有一个，这个是一个小的加热圈，也是可以这个单杆子进行加温的。现在看到的是减速机，减速机重点关注的是它的油面里面的润滑油的油面一定要在这个玻璃窗上能看得到。这个呢，在我们这个单杆子泵和丁烷气2个泵上也有这样的一个油面观测窗也要及时的观测它的润滑油的量，及时添加。现在看到的是单杆子丁烷气注入泵。丁烷气注入泵主要有电机、气体控制阀、气体压力表、气体连接管组成。压力表它的压力值一般在1到1.5之间。连接管，不锈钢连接管，这个是不需要加热的。主机压力，这是气泵气体注入量调节旋钮，通过调整前面的行程来控制气体的注入量。现在看到的是冷却水冷却单元。当我们需要给设备降温的时候，打开冷却水阀就可以。接上水后，它是会有冷却水流出的。冷却水的接入口和排出口。丁烷气它属于易燃易爆气体，这我们重点再说一下。首先，我们在接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连接处的
连接管、螺母必须把它拧紧，固定住，防止气体外溢。压力表的压力值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过大会导致气瓶内的压力太大，有安全隐患；过小会导致注入量不够，产品质量不佳。蜡泵的大小旋钮和气泵的调节是完全相同的。这是加注我们的单杆子的加热锅，